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1+1和啾健康咖双频道的直播。那最近呢，大家都应该看到台湾艺人沈玉琳的新闻吧？她先是猛爆性肝炎住了院，后来又确诊了血癌，就很多人就开始问啊，健检是不是能够直接检测出血癌呢？那报告上的这个贫血，我们有没有需要担心？甚至还有人会拿到一份满红的这种健检报告，然后这个报告呢，我不知道先该看哪一科。那如果呢，您拿到健检报告，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看这些数字要怎么注意，那还有呢，健检是不是能够直接检测出血癌？那么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直播。我先提醒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请趁这个机会呢，帮我们把这个啾健康咖啾的新频道帮我们订阅一下，同时不要忘了打开小铃铛。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来一个小小的测验，请大家在聊天室打上您最后一次做健康检查是多久之前？A 是半年之前 ，B 就是1年之内，然后 C 是超过2年 ，D 的话呢就是还没有做过。如果呢您是选 D 的朋友呢，今天麻烦大家一定要把节目看到最后哦。好，那首先欢迎今天在直播间的大咖嘉宾是星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部副主任柳鹏池医师。Hello， 刘医师你好。啾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刘医师你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再度来到健康1+1还有啾健康咖的直播，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大家真的很关心的议题就是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艺人沈玉琳的健康情况。那大家都知道，从媒体上知道她罹患血癌，她这新闻一出来，很多人就想知道说，健检有可以帮助预测，就是看到有没有癌症。那么健康检查直接检测血癌有没有这个选项呢？还是说它其实是分在其他的健检项目里面的呢？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目前只担心说血癌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只能用间接推测的方式。为什么因为血癌它要诊断，基本上大部分是需要骨髓去切片，或者是所谓的骨髓穿刺，我们会需要拿到里面的骨髓细胞，这样才会知道它确认它是不是有血癌。所以一般大部分我们在做健检的时候，不可能做到这么侵入性的一个检查，或者是这么侵入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大部分我们是用健检的方式来怀疑它会不会有血癌。那这种东西就会关系到我们的进程，就是说疾病的进程，假如说它是在很初期，可能就会像刚刚就提到了，有一些人的病友的分享，就是说，他刚开始发生血癌的，可能前半年或前3个月曾经被告知有贫血，那他可能完全就忽略了这件事情，也没有在后续的去追踪。那隔了差不多半年，甚至有的快1年，或者是有的进展的快一点是3个月，才忽然觉得，怎么体力变弱啊，人会觉得喘啊，或者甚至觉得脸色苍白啊，那或者是有夜间盗汗啊，或者是有这种体重忽然的暴瘦啊，之后去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才发现他罹患了血癌。那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有些民众就会质疑说，那我为什么在几个月前，可能甚至在1、2个月前，甚至3个月前，我做的健康检查却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报告，或者是说怎么没有医生来告诉他说你可能跟血癌相关？这个我们就会需要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因为血癌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如果即使是所谓的这种急性的血癌，它有可能有的会导致所谓的肝脾肿大，有的会导致可能一些跟血球的变化有关。那不见得你一开始抽到就会看得到白血球异常的非常的高，或者是看到相关的这些症状。所以我们大部分是在影像的过程当中，跟你的过去病史当中，我们发现说它并没办法去吻合相关的进展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需要去做进一步的确认。最常见像我们过去曾经有在健检的时候发现，到最后是血液性疾病，就是血癌的部分来讲，很多是包括说它可能像血球异常的偏低，或者是说异常的偏高，就是他一检查的时候，他可能那阵子的人非常的疲倦，然后他觉得说，怎么好像会有夜间盗汗的问题，结果一来的时候一检查，他的白血球高达了快4、5万。那这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你可能有异常的问题。可是这种异常问题也不会一开始就会直接去倾向它就是血癌，我们可能还是要去先由排除大部分可能跟感染有关系的问题。那只是说，如果会冲到3、4万，那
自己却没有明显感染的症状，这时候可能是血液性疾病就会很高。那我们过去也发生说，有一些民众他可能在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肝脾异常的肿大，结果发现他原来是慢性的这个白血病。那慢性白血病它就是会慢慢的走到很严重的肝脾肿大。那这种慢性白血病它就不见得一定是看得到它是白血球一定会急速的异常升高，或者是一定有这种急性的症状出现。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变成说是有影像，然后再转介为到肠胃科，结果肠胃科发现说，从他的病史跟他目前的所有症状去比对起来，他发现无法去合理的解释这个肝脾肿大，那才转到血液科去做相关的检查，而发现进一步原来是罹患这个白血病的问题。所以他会说健检到底能不能把所有的癌症都能揪出来，其实是有它的困难的。那很多人就会认为说，那我到底要做健检，到底我能够检查什么？大家只知道健检这2个字，可是其实很少人真的去了解它健检的套餐，它包含了哪些项目，甚至这个套餐的项目里面，它涵盖的深入点到了多深入。就如同我们过去有分享过，我同样检查一个心脏，我只做了一个静态的心电图，那它能代表的是什么？它其实只能代表你在静态的时候，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可能搞不好不到3分钟的时间，你目前这3分钟内的心率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心脏目前是没有缺氧的状况，或者是没有显著性过去缺氧的问题。可是它连甚至代表你1天内都没有办法代表，甚至更遑论说它也无法代表说，当你需要高耗氧，像有一些人他可能在走路啦、运动啦、爬楼梯啦这一种高耗氧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出现贫血的变化，他都无法告诉你这些资讯。所以为什么过去也有一些艺人朋友，或者是说他可能是我们知道的知名的这些人物，他可能在忽然遇到猝死之前，大家回过头发现，他不是才几个月前才去做过健检吗？当时也跟他说心肺功能都没问题啊，那怎么会忽然有心肺猝死的事情？结果到最后才发现说，其实他那时候做的检查非常的阳春，他可能只做了一个心电图，最多再扫个心脏超音波，确认没有结构性的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讲，很多人如果现在因为这个沈玉琳的事件会担心说，自己会不会有这部分的疑虑，那可能就去做了相关的健检，那就会问一句说，医生，那我这个有没有血癌？其实对我们医生来讲，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检查数据，大部分不会一个医生就马上判定说你这个可能是血癌的高风险。尤其血癌的风险里面，它还要涵盖有很多，不管是像有一些家族史啊，还有一些辐射暴露啦，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化学物质的暴露，这一些都有可能才会是一些高风险的族群。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假如说看到一些异常的话，要直接诊断是血癌，这个就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那至于是贫血这件事情，其实就我们反而是常见的。那所以现在大家也有点惊弓之鸟，我们只要最近这1-2个礼拜，无论是男生女生，我们跟他说，你这个感觉血球也少了一点哦，这可能是贫血哦，哇，每个人就很像就直接下一句就问说，那我这个是不是需要追踪，我会不会是血癌？我说其实没那么夸张了，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报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会要去调他过去的这个抽血的报告。去比对他过去的这个抽血的记录。那在贫血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过去就一路走来就是这样贫血，那趋势看起来也没有特别的在急剧的往下走，甚至我们常常说我们的骨髓里面呢有所谓的3条生产线，一个就是白血球、红血球，一个就血小板。那3条生产线里面，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血色素的异常，比对起来也都差不多，连续2-3年下来都差不多。那这时候我们要考虑的可能还要包括看你血球的大小，来评估你是所谓的正球性、小球性或大球性，是不是营养状况的问题，还是只是一个地中海贫血？那我们就会经过这样子的评估去做相关的治疗。那假如给了相关的铁剂啦，或者相关的营养品之后，发现它没有改善，那我们可能就要评估要不要做进一步的影像检查。那当然，作为常见会这种所谓的血液流失的过程，最常见的不管是妇科啦，或者是肠胃科，都是一个我们最常见的这个原因之一。那只是说，如果他做的健检里面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肠胃镜，或者是有做了妇科检查，那我们可能在当下就可以配合这些影像，就已经直接帮他排除掉这样子的可能性。所以可是有一些人的健检非常的简单，他根本也没有所谓的肠胃镜的检查，那也没有妇科的检查，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只好借由治疗性的诊断，就是当我给你的这些营养补充品，或者是我们认为说你应该是哪一部分的贫血之后，那如果经过治疗却没有看到显著性的改善，这时候我们就要重新的去检视你到底在这个部分上是不是有相关的问题。
所以面对一个疾病，其实不用过度的惊慌，可是最重要的是后面的追踪。是，我想其实刚才刘医生您提到的几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您做的这个见解有没有 cover 你本身想要了解的，比如说有家族史的，你可能要特定检查哪一个部分，还有健康报告一出来，你可能要看的哪些数据，还有你看到，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点过度担心，不过呢，其实关心健康是好事，但是过度担心可能就也会影响你的健康嘛。那我们接下来还会再继续请教刘医生，但是我们继续回到沈玉玲这件事件，因为他在确诊血癌之前，他首先是先传出猛暴性的肝炎，这个病听起来猛暴性肝炎又快又急。那请问一下刘医师，在健检有没有可能预防或者提早发现这种突发性的肝病吗？既然是猛暴性的，就是我们措手不及才会叫猛暴性。所以我们最常见在健检里面我们其实会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病人他可能是已经慢慢开始准备要走高了，或者是说他其实已经走过高点下来的这些族群，我们可能就会特别去抓出来。那这些族群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当然最直接的就是可能看到他的抽血是异常，肝功能是异常。可是我们遇到肝功能异常，我们还要常常评估的就是说，你本身是不是所谓的病毒性带源、病毒性肝炎带源最常见就是 B 肝啊、C 肝那就像有的人他可能本身这一个所谓的 B 肝带源，可是他却没有定期的追踪。那或者是说像有的人他是有喝酒的关系，酒精性肝炎，或者是说像现在可能因为大家饮食反而是过度的这个充分所以就变成所谓的脂肪肝的部分。那这一些都是造成肝炎的问题。可是我们最常遇到会造成猛暴性肝炎的情况，最常见其实还是病毒性肝炎最多，就是所谓的 B 肝或 C 肝。那这两个基本上来讲，很多人其实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带源者都不知道。那我们就会常常会建议民众，第一个是他可以借由健检的过程当中，至少先初步了解自己是不是所谓病毒性带源。那以目前在台湾，我们本身在45岁以上，我们就有所谓的成人健检，就有补助这一块是免费的去帮你筛检你是不是有 B C 肝的带源。所以假如说45岁以上，你自己完全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B C 肝带源，可以经由这种成人健检，是国家帮你出钱的方式去做相关的检查。那如果检查出来你的确是带源，这时候我们会去区分你是属于活动性的带源还是非活动性的带源，还有包括你目前肝脏的状况是怎么样。一般来讲，假如你目前不是走到所谓的这个肝硬化的程度，我们都会建议在肝功能还有所谓的肝癌的抽血的检查，会建议每3到6个月就要抽血一次。那每半年到1年会视状况会建议民众一定要去做腹部的超音波。那在做腹部超音波到底是要半年做还是1年做？常常我们会看你有没有合并所谓的活动性带源，或者是说你的肝功能目前是不是有特别的异常，或者是说我们每一次检查发现你有合并严重的脂肪肝，那会造成我们在检查上可能会需要较短的时间去反复的确认它是不是有问题。那可能有的医师就会建议你半年追踪。那如果你的肝脏表现非常的好，而且是属于非活动性的带源，而且也没有严重的脂肪肝，他每次检查影像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那这时候他可能就可以建议你快接近1年再去检查就可以。那另外有一个族群，那就相对严重，就是所谓的肝硬化或者是所谓的严重纤维化的患者。那这些民众呢，基本上来讲，他可能就要每3个月就要抽血检查，甚至在腹部超音波里面，就每3到6个月要做进一步的腹部超音波的追踪。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其实是这个族群。那以沈玉玲来讲的话呢，当时先初步传出来说他出现猛暴性肝炎的时候，因为主要是他本身就有 B 肝带源这件事情，所以在 B 肝带源的情况之下，我们当时当然很多医界就在猜测说，会不会是因为他过度的压力劳累啊，或者是说他在保健食品的摄取上有所不当，那或者使用过多，那而导致他的所谓的这个B 型肝炎，他并没有常规的检查，造成所谓的突发的猛暴性肝炎。那可是后面当然才知道说，原来他的猛暴性肝炎并不是因为他 B 型肝炎的问题而导致的。而是因为他的血癌的这件事情而导致他的肝炎发生所以当他把他的这个血癌的部分情况控制下来之后，他肝脏的部分的肝功能就慢慢的缓解了。
所以就说，其实刚才刘医生您讲的，就是不管你，因为其实现台湾就亚洲的亚裔的人，包括美国，其实罹患肝炎啊、B 肝啊这些都还蛮多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本身有一些肝脏的一些问题，一定要持续的追踪。刚才刘医生有给一个比较具体的你要追踪的时间啊，你要检查的时间，我想大家持续追踪，把这肝脏的部分、炎症的部分把它控制好是很重要的。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血癌嘛，血癌、肝病都是比较突出的例子。其实大部分的人健检比较在乎，可能一般的民众在乎就是三高的数字，因为很多三高都是慢性病的指标。但是说真的，我们看到拿到报告，报告上很多一堆专有的名词跟数字，不太容易看懂。所以我想请教刘医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看出我们自己的三高是否有三高，或者是我们是正常的指数呢？好，那这个部分来讲我每次我只要在讲三高的议题我常常都还是会先考一下民众，就是说你可以现在先想一下，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三高，到底你认知的三高是哪三高其实，在我们医学里面的三高，就是所谓的血压高、那个血脂肪高，或者是所谓血糖高那很多人其实他一直以为三高就是所谓的三酸甘油脂高这件事情而已所以对我们来讲，你要先认知所谓的三高是指的是哪三个部分。那现在甚至我们还有所谓的第四高，就是尿酸这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发现说，它可能也会造成我们一些心血管的相关事件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要先知道说，我们想要预防的目标是什么？那为什么所谓的这些代谢指标很重要？就是在于我们当然从我们的十大死因来看，第一名不外乎就是癌症嘛。那癌症我们就去找前十大癌症有哪一些，所以我们的健检里面大部分就会至少涵盖十大癌症里面至少要6到7项，才代表说我至少对于这个癌症的预防上，我有做到一定的落实。那癌症是十大死因之首以外，其他的9名并不是说它就不重要，它也很重要。可是如果你把这9名里面你去细分你会发现说有至少4到5项它会跟我们的代谢指标有关，最重要的包括像一些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还有包括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其实也会有关联像一些糖尿病的患者，他其实算是免疫低下的族群，这些人也有可能容易罹患肺炎，或者是后续有一些肾炎的问题。那包括有一些人会因为肾脏病，这些都是跟我们跟代谢疾病有关。所以当我们看到了知道说，好，那这些东西是一个重要的项目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或者是怎么去理解这一份报告？好，那我这边就带出一个，就是这是我们医院里面，我们常常假如说病人有这样子的诊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告诉民众的东西就是说，第一个至少你先知道说，我的血压，那你的血压当然你那一天可能是整间血压，所以你可能要了解说，那我的平常居家血压是如何？好，那再来就是看到抽血了抽血的部分刚刚提到的至少3高或4高，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报告里面少说你从这里你就看到哇，到这一页已经有诊断17了，代表他前面他这个病人至少17个诊断后面可能还有下一页那这17个诊断，假如你一个病人你看到一个报告告诉你说你身上有17种疾病，你会不会吓一跳？你一定会吓一跳。可是老实讲，你很多东西你给它算一算，其实它是归在一起的简单来讲，你说我们从诊断16跟17，其实它同样来讲归纳一句话，就是血脂肪异常嘛。你的胆固醇偏高来源是什么？就是你的低密度胆固醇也偏高。那低密度的胆固醇偏高，就容易导致我们在加总起来的这个总胆固醇一定会连带偏高。那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会连带可能带来的后遗症或并发症，就是你的心血管疾病或者是中风的风险。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诊断16里面，它就有一些建议告诉你，就是说，先破题告诉你说，为什么要注意这个诊断，就是因为它可能会有这样子后面造成疾病的并发症。那至少，那后面呢，它就会告诉你，那你的目标至少应该要控制在哪里？那控制在哪里？其实这些东西它会因人而异所以它只是告诉你一个一般人的概念，就是说至少可能坏的胆固醇要在130以下，总胆固醇要在200以下。那我们要怎么样去预防呢？并不是说你一高起来，我们就马上要叫你去用药。其实他就会先告诉你，那我们生活习惯上要怎么去调整，避开哪些食物，然后要尽量的维持体重好，然后尽量去多运动。那后面呢，要怎么去追踪？你可能就每3到6个月要追踪。所以整体的报告在看的时候，其实你不用急着先去看你有几项诊断，然后先来担心我满江红怎么办你应该是一个一个
把自己的心定下来，去看看说，哎，哪一些诊断是我值得要特别注意的。那如果有一些它就是一个退化性的东西，那它里面可能就告诉你说啊，这个就是每年定期追踪就好。哦，或者是像有一个老花眼的诊断，它只是告诉你说，你就去戴眼镜吧，那这一种基本上你就不用过度的担心。所以不是诊断越多，你可能就代表你身上的病越多，已经快准备要进这个 ICU 的程度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定下心来，那看有一些疾病是我们可以预先去预防的，走在预防医学就好的，那这样就不会过度的惊慌。是，我想刘医生你讲到民众心理的话，因为真的有些我们拿到健检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慌张，哎呀，一片红，满江红，这到底怎么办？那这样子听起来，我们只要去留意哪些是需要追踪，哪些是生活上可以做改善的。我想，其实医疗人员都会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以去咨询。看看是怎么样，就是到底有一些哪一些部分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但是我记得刘医生你有提到，就是看不懂是没关系，因为医生会告诉你，医疗人员会咨询。但是最怕的就是这个把报告不理它，放进抽屉，错失了追踪跟治疗的黄金时机。那您这里有讲到2名的中年男性跟女性的例子，可不可以请刘医生来介绍一下，他们个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来提醒一下我们大众呢？好，那刚好这2个例子，因为当初制作团队在找我来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刚好我就说，哎，那我这个礼拜我来抽题看看，看有没有刚好我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典型的个案，就是真的他完全对于疾病检查出来就连续摆着不理的哎，结果才不到1天我就把报告给制作单位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个案他是一个50岁的一个男生那他在检查的时候，我在跟他看报告的时候，我就说，他的胆固醇非常高，那坏的胆固醇已经到231了我们如果刚刚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刚刚在建议一般的民众至少要130以内，即使你忘记了，你看到我们在报告的最后面那里有一个写正常范围值，就是一个0到130，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在130以内。那我就直接把报告就去看说，那你上回的报告里面，其实你在坏的胆固醇，就是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已经187了。那在这2年之间，你有没有去做任何的调整或者任何的追踪？他就跟我说，他自己有在追踪。好，那大部分我如果听到这句话的时间呢，我就会再去点看看他在我们医院里面到底这7年来因为医疗的记录要至少保存7年，所以7年内的资料我们都可以查得到。点出来7年内他来我们医院总共做了几次健检做了几次检查，我就发现他从2022年、2023年到2025年，你可以发现这位50岁的男性每隔1到2年他就会乖乖的来做健检结果你看得到他的趋势就是坏的胆固醇就是越爬越高，所以如果他告诉你说我有在追踪，我有在控制，可是确实看到这样的数据，你觉得他真的有在认真治疗这种事情吗？我心里其实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这一种的族群其实并不少，你可以看得到这些族群，他基本上他就认为说，我180、190，我似乎也没什么不舒服甚至他到了230，他甚至也跟你说我也没有任何不舒服。可是这样子摆下来之后，其实我们担心的大部分都是所谓的10年的心血管风险。意思就是说，你可能2022年之前，搞不好他平常就已经是胆固醇非常高的族群了。那这样子的族群，其实你给他摆10年，我们假设他真的是2022年才开始高，到了他可能2030年左右，可能他对于心血管的破坏就已经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所以他可能就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心肌梗塞跟中风的高风险。那我们再来看第2个个案，那第2个个案就更夸张了那是一个60岁的女性他这一次来的时候，他跟我说，因为他是3个月内体重已经瘦了将近7公斤，那我就说那瘦了7公斤，那你这3个月瘦了那么多，你有没有做进一步的检查？他说没有，因为反正导播来给我们这个第2个个案的这个数字。对，就是说他已经到了，就是他准备要健检的这一个时间点了所以他就觉得说没关系，他就等健检好了，反正3个月而已7公斤了，他觉得可能还好。结果呢，今天的检查报告一打开，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趋势图2022年、2023年到2025年，其实跟刚刚那50岁的男生很像他也是乖乖的每1到2年回来做健检结果你看他的糖化血色素，这是代表糖化血色素就是一个我们每3个月的血糖平均他很乖的每年的差不多6月到8月他就来做健检，你就看得到他的糖化血色素从7.1、7.3、7.9到11.6，越爬越高，到今年到11.6了你看这是8月11号，这个数据还非常的这个近期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空腹血糖
空腹血糖在下一章的影片里面你可以看得到，2019年从那时候就诊断140，合并糖化血色素是7.1，就已经可以直接诊断他糖尿病了。可是他可能觉得说他想要靠运动啦、饮食去调整，他完全不想吃药。然后后面的追踪，你看他全部的血糖，每隔1、2年的检查里面哦，他就会从140，然后到中间曾经有一段比较好128，可是这个也都超过我们在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到今年已经冲到279了。哦，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这3个月会忽然的体重下降。这3个月的体重下降是因为他的血糖过高，身体已经留不住糖分，所以他会从他的尿中排出了过多的糖分，那造成一个利尿的效果。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会造成他整个是呈现脱水性的体重下降。那这个不是正常健康的体重下降，已经是一个病态而导致的体重下降。甚至如果不管他，搞不好在3个月，他可能就会因为高血糖，甚至有可能出现意识变化，或者是甚至有这个命危的风险哦。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样子摆着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它在胆固醇的表现，你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它连胆固醇过去也都几乎是偏高。那可能其中某一年或许是不知道有听劝他去吃了胆固醇的药，其他只要他不想吃药的过程，全部都是偏高。那我们如果在面对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在低密度的胆固醇的要求会比一般我们刚刚的130要更严格，甚至至少100以下。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它远远的在这一些代谢指数都是一个呈现不达标的状况。那甚至在血糖的部分，已经到了今年达到了相对的最高点。那所以他之前如果好好的控制，可能一些口服药物大部分就可以控制的不错，甚至对于他后面出现这一些小血管的并发症的机会都可以大幅的下降。结果他摆了将近7年左右，那现在来讲的话，这时候再去介入，已经要直接用胰岛素的介入，才能够立即的让他的胰脏获得休息。那获得休息之后呢，是不是就可以得到最好的预后？不见得，因为他前面已经有7年的时间都呈现身体在一个高糖分让导致身体发炎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在过去的研究就发现，当你糖尿病的患者，你前面不理他，你后面改过向善，基本上都挽救不回你过去前面的破坏。所以你越早的去控制它，即使你后面控制到最后，你已经出现心态钝化了，都还比你前面不控制，后面改过向善会来得好。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就是如果民众他在遇到这些疾病的时候，其实是越早的介入处理，他才能够看得到他最大的一个好处跟效益。是，我觉得刘医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哦，真的是有提醒到大众，因为大部分会觉得还好，因为我身体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不太舒服啊，或我没有头晕，跟什么症状也都没有。其实很多慢性疾病，甚至会影响到严重疾病，其实初期都没有什么症状，包括癌症。所以其实要提醒大众，就是你拿到健检包，你已经去做检查，真的是要鼓掌，你们做的真的很好。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去调整，你有一些你必须要注意的部分，不要拖太久的时间。那其实也是有朋友啊，拿到健检报告发现这个满江红，那心理打击很大嘛。那像这种情况，刘医生除了我们去了解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基本上当然要看他的疾病的原因啦，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当然就是说，如果你看到满江红，那你还是完全不知道说到底这个疾病我要怎么去处理。那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我们都会建议，就是说去找你一个你平常可能就会去就诊的所谓的家庭医师。那这些家庭医师呢，他第一个他一定最了解你的病史，最了解你目前可能在他那边常常会碰到的一些相关问题。那在这种过程当中，他可以依照你的这些健检报告来给你一个最佳的诊断跟最佳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建议。那当然有一些可能会碍于科别的关系，他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专长的科别，他才能够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需要甚至一些介入性的检查。那这时候我相信他也会，因为毕竟很熟悉，他就会去转介到他认为他自己在同行里面相信而可靠的医师。像我自己来讲，假如说，这个受检者她可能是女性，那她可能检查出来是有妇科的问题，那我帮她归纳完，我觉得说，这可能需要再由妇科的医师帮你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你也知道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可能假如说，她对于遇到是男护士，她可能就男性的医师，她可能就会有，尤其是妇科，她就会有点尴尬，甚至不好意思询问，甚至不好意思去检查。那这时候其实我的
建议上我就会给他一些名单，不管是女生的或男生的，那我会让他有多元的选择。那这样其实对于民众来讲，他才不至于说，因为这样子他不好意思说出来，而错失了他能够去选择一个最好时机。是，我想其实刚才刘医生真的是了解民众的一个心情哦，有时候怕尴尬又不好意思说，其实医生都会考虑到这个部分，然后让你能够比较安心的去做进一步的检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人健检之后呢不理，好像就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啊，就是我有做检查了，好像我做了就心安。那也有人呢是身体有状况不去看医生，而是先去做健检。那这两个不同的差异呢，我想请教一下刘医师，就是身体有状况了，已经有症状了，但是他不去看医生哦，做健检，这样做可否可以？会不会让情况变得更不好呢？这个就是关系到像刚刚我们在提到第二个个案，那个60岁的阿姨一样，是她其实在3个月内体重已经瘦了7公斤了。就我们一般人，其实你应该自己都会感觉到应该不太对劲了哦。可是是你看他会觉得说，哎，因为他每年都固定6月到8月做健检，那他觉得说没关系啊，反正我健检时间快到了，我就等健检吧。可是你如果这一次是因为他血糖的关系而导致的体重下降，那假如这一次他是因为癌症呢？你觉得他的体重下降能容许他再放3个月吗？可能就不见得哦。这3个月可能就有可能会让他本来可能还在属于初期的癌症，就进展到了所谓的那个比较进阶的癌症。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假如你的不舒服，或者是你明显在生理上的变化，都已经跟你自己都有感受得到，甚至你觉得说，哎，这个跟我过去的经验已经呈现显著性的差异，那这时候其实你要做的不是等待健检，你应该尽快的先去找医生。那当然，很多人听到这里就会说，可是我就不知道我要找谁啊，我就是觉得我身体怪，可是我不知道我要找谁。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你，其实就是找家医科，或者是说，像在国外有的它叫做一般科。哦，就是所谓的 GP，那这一些基本上来讲，它就等于是可以帮你做初步的，依照你的病史啦、症状啦，或初步的一些检查，它就可以知道说你可能要去找的医师的，是要走往哪专科，或者是它就可以解决的。那在这个礼拜也是有一个个案哦，她是一个20出头岁的一个女生哦。那她这次来的时候，她就说，哎，她今天来做健检的目的是因为哦，她最近这2、3个月，她都会觉得心悸感很严重，那甚至会合并有喘的情况。那我们问她说，那你的心悸跟喘是在运动的过程才特别发生吗？她说没有，她坐着就开始不舒服了。好，那结果健检一出来就发现啊，她这已经很明显的就甲状腺亢进了。哦，那甲状腺亢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甚至已经亢进到连肝功能都异常了哦。哦，我们如果看下一张的这个投影片，就看得到，它在这个肝功能的部分上也呈现异常了。那你就说，那他到底是已经到心跳多快，或者是多不舒服，他怎么都没有去找这个医生来就诊哈？那我们就可以看他，如果他一开始来的理学检查，就是我们看他的这个心跳跟血压哦，你就可以看得到说，他这个下一张的这个投影片哦，他的心跳基本上都已经呈现是破百的情况。哦，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他可能呈现每天都在心跳破百的状况之下，在生活着，然后他就忍受的这样子，一直心跳在很快的过程当中，忍受了1、2个月、2、3个月，然后呈现呼吸可能都已经开始有点急促感，那血压也开始因为心跳很快，也慢慢的在爬升。那如果这是她是因为是年轻女生，那假如说这是她可能是一个年纪稍大的这个族群，有可能她的心跳在承受这样子的心跳之下，都有可能会出事的。哦，所以我们常常会告诉民众说，哎，如果你真的其实自己都很感受到显著性的这些症状，是有问题的。哦，这时候其实应该是要先就诊优先，除非你的医师初步检查完，他觉得说，哎，你的症状是不是一个特异性的症状？第二件事情是他目前检查到的这个异常根本无法去解释你目前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担心可能会不会是其他科，甚至是一些广泛性的问题，他需要去做排除。这时候他可能就会建议你去做健检，哦，这时候你再去做健检。哦，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健检的目的，它的一般的受众理论上应该是比较是属于，你在相关是没有症状之下，然后你是定期的去做健康的这个筛检，哦，而去做的这个医疗的作为。哦，所以虽然我们是认为说，哦，所谓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放在健检这一块，可是这里的早期诊断理论上应该是属于这一种
疾病的非常初期，或者是所谓亚健康的族群，我们的早期诊断，而让你能够走向健康的这一条正规道路，而不是说你已经到严重重病了，而是靠一个健检来发现，这其实就会有点错失这个我们在发现疾病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是刘医生刚才讲的这个区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他真的是就像您刚才提到，这算是一个误区吧？可能我对于健检的理解跟他对健检的理解，还有实际上操作的理解又不一样，所以当你真的是出现症状，记得是去看医生，再让医生，比如说在美国也有家庭医生，在台湾也是有家医科，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清晰的选项，让大家可以去做选择。那这样子是大家应该是有清楚了吼。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刚才刘医生有提到的，就是妇科，因为很多女性朋友其实有点害怕。或者有点觉得麻烦啊，或觉得有点尴尬，就是一提到妇科检查就想要逃避。那么我想请教刘医师，您在临床上有没有什么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能够安心的去进一步做妇科医生的检测呢？基本上来讲，我们是就像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有一些女性的民众，她可能在妇科上的确是有相关的疾病需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那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我们可能手边还是会有一些名单就是说，可能我会给她个选择，我会跟她说，你想要比较亲近、和蔼可亲，可以跟你解释病历的，还是你比较想要权威型的，还是你说，他对于性别并没有特别的在乎，他只要够专业、够诊断的够好，那甚至凶一点的他也无所谓。其实我们在同业之间，其实你都会知道说，哪一些医师的性格跟他的这个对待病人的一个方式嘛，所以如果你有这部分的这个特别的需求，或者这部分的疑虑，或者这部分的这个在意点，其实你都可以跟你的医生去做讨论那我们在自己在临床上，当然我们还是最追求的，还是说，这个医生他本身的专业度一定要先够，这是一定要的。那专业度够之后，因为每个医师对待病人的态度不见得大致相同，所以我们大部分会希望民众如果他是可以勇于表达，或者是他有一些选项可以让我们去提供他最想要的这个医师形态，那我们就会让他去选择。那有时候这种妇科的检查，尤其这种越尴尬的检查，或者是说他会越觉得检查起来会让他觉得不方便的检查，有时候说实在是一种冲动。所谓的冲动就是你当下没帮他做好转诊的动作，或者是马上引导他去做检查，你再让他放个2天，他就不会去检查了。因为他就会开始认为，就会说，很像我，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再来，他又会开始觉得，这个事情很像很麻烦，那这时候他就会失去想要检查的动力。所以在我自己的操作原则，因为我们在医院里面，毕竟垂直的转诊很容易所以我们在健检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病人的确我们检查起来，或者是评估起来觉得他是立即转诊的，大部分我就会请我们护理师说，帮他挂下午的门诊，让他直接去做，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会让他在检查跟后面追踪动力上会是最直接的。如果你跟他说这个可能1个月后你再自己看看，或者收到报告之后你再自己评估看看，那这一些大部分他就不会再去做了。那如果有一些人他可能平常就有在某些医院在追踪，我就会说，那我们报告马上印给你，那你可能就带着报告近期，不用等报告，你就直接近期就赶快去找你认识或者你熟悉放心的医师去做相关的检查。那这样子我觉得可能对女性朋友来讲，她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保障。是，刚才刘医生在介绍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是遇到好医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想，其实每个医生每一个医生都有不同的个性，他也不同的就是看诊的方式。当然，就像刘医生您刚才提到，真的要了解这个病人他的心态，然后他可能会拖延，所以你要必须马上帮他挂下午的门诊。我觉得真的是遇到好医生，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一种，很多医生告诉我说，其实看医生也是一种缘分。那我想说，找到好医生，然后你知道往下你怎么去照顾你的身体，我觉得主动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的人，他是因为他不太知道，像您刚才提到，你可以告诉他，往下一步要怎么走。那很多人其实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身体不舒服了。但是他想看医生，但不知道要挂哪一科。好像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有的人可能他觉得一直胸闷人好累或头晕胃不舒服、关节痛。那这样子的情况，我想请教一下刘医生，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排查呢？
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在排相关的检查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先要了解你想要追踪的项目到底最重要是什么哦。假如说，是我在乎的是癌症，像有的人他很在乎癌症这件事情，尤其是有一些人他是某一些东西的家族史，哦，那你可能就要先去了解你去做这一套检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包含你想要追踪的器官跟系统，而且追踪的部分是不是符合你的期待。哦，如果说他只是像有的人，他说、我担心我肺癌，因为我有抽烟或者是我有家族史，结果你发现你的套餐只去帮你做了一个肺部的 X 光，那这个其实我们已经都知道，肺部 X 光它并不是一个很好早期诊断你是不是有肺癌的一个好工具哦，你可能会需要所谓的低剂量电脑断层去做这一部分的检查，那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问你的这个健检的医疗院所说，哎，那你们有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检查项目？哦，那你才有办法去获得你其实最想知道要去排除的这个诊断。哦，那所以对我们来讲，你要先搞清楚我们在健检的过程当中，你最想知道是什么，你最担心的东西是什么。哦，那再来就是你可能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到你健检的套餐里面包含了哪一些。那这些包罗万象的检查里面哦，有一些说实在的，如果你真的完全没有一点医疗的介入或者去了解哦，你可能真的是看起来你也看不懂。你可能就只是看着他旁边画的图，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全部都是检查肝，这个都是检查肾，这个都是检查肺部。那感觉起来我包罗万象，我全身做了一个完整的检查，其实感觉都是做到皮毛，你根本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筛检工具。那这种情况之下，老实讲，就是做一个安心而已。哦，那这种有可能搞不好你还年轻的时候，他都还 OK，因为老实讲，你没做，他也是功能保持的良好。可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是你本身已经有慢性疾病的时候，这时候你担心的是一些并发症或者一些癌症的发生的时候，它可能就已经远远的不足了。哦，那这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当然要比较进阶的工具或者是影像来配合，那比较能够达到我们想要去这个早期诊断的一个目标。那我可不可以进一步请教一下刘医师，如果说我们去要准备选择健检这样子的品项或套餐好了，我可不可以去跟就是比如说跟我咨询的这些健康检查的一些工作人员啊或医疗人员，告诉他说，哎，我有什么样的家族史，所以我想要知道什么样的检测，可不可以进一步帮我做这样子的一个安排？这样算不算是一种比较良性的沟通？民众可以这样做吗？对，是可以的，而且我就以我们自己的医院而言哦，就是我嗯们在目前来讲，在负责接待的这一些所谓的业务或者柜台的人员，其实他们都会对于每一个套餐都要非常的熟悉。那这个套餐的适用在哪一些族群？那再来就是他能够看到哪一些程度，其实他们都要很清楚。那当然有一些民众他可能也没有时间好好坐下来跟这一些所谓的接待人员好好谈。那我会建议这些民众，第一个事情是，你可以去上网把这些医疗机构它有揭露的这些健检项目，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去跟你的家庭医师做讨论，说，哎，医师，我可能都长期在你这边看糖尿病或高血压，那我现在做一个健检的规划，那总共有几家医院，那各自的套餐有这一些，那你可不可以建议我去哪一家医院？可能第一个是他或许这个品牌好，或者是说他的检查上是相对比较有口碑的。那再来就是他检查的套餐里面，你觉得可以让我能够早期知道有没有这些并发症的？那有你的家庭医师也可以去帮你审核这样子的一个健检套餐的项目。其实基本上就我自己来讲，我的门诊也常常会遇到这样子的个案需求。哦，因为有一些民众他来门诊其实都是常规在看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他可能只看那个高血压，看个糖尿病，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可能靠这个健保帮他做了方方面面的所有的检查，因为他毕竟没有症状嘛。那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一些检查可能就需要靠健检，等于是自费的项目。那他也会担心说，哎，会不会在平常的看诊当中只治疗了糖尿病，可是他其实搞不好有其他肠胃道的癌症啊或肠胃道的问题，那这时候怎么办？那他当然就会拿着相关的套餐来希望我们来介绍，或者是他担心他长期的糖尿病会不会已经出现一些脑心血管的相关疾病，那这时候他就会来问我们说，哎，那我这样子的血糖的时间点跟目前的控制部分来讲，我有没有需要去做这样脑心血管的影像进阶检查？那我们就会依照他目前的控制状况跟他的罹患疾病的时间来给他一个建议。
那甚至有的民众他今年做了 A 套餐，他就会隔了1年问你说，哎，刘医师，我明年也是继续做这个套餐吗？还是我有需要换什么套餐？交替的做这个我们也都会依照这样子的状况去检视他这一次今年做的这个检查报告，来建立他隔年可以做什么样的检查。哇，其实今天刘医生讲的这个对民众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因为如果不是这么清晰的了解，民众真的不太知道要怎么跟这些业务人员或医疗人员去做一些进一步的健检的沟通。所以大家今天看完这个节目真的很有福气，了解一下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健检，什么时间，或者是根据身体的个人情况来去做规划跟安排。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民众也想知道，如果我们健康报告出来看起来非常正常，是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呢？很多民众这样子我们他常常有问题甚至是有疾病，他也做健检，结果做完之后呢，他就当场在我的面前说，我觉得今天的健检都没有给我解答。这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你觉得没有解答，所以你觉得这个健检很失望吗？他说，对啊，你看全部都正常啊，可是我还是依然睡不好啊。我就跟他说，这时候你应该开心的是，你不是罹患疾病而导致睡眠不好。你应该要开心的是说，你做这些健检之后呢，你已经帮你排除了你是因为疾病而导致的睡眠不好，或者因为某一些重大疾病而导致你现在的不舒服。那这样情况之下，就代表说你的不舒服可能是心因性的，就是所谓你可能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外在因素而导致这样的疾病发生。那这一些就变成说我们在健检的目标里面，就等于是帮你排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那不是说，我完全都正常，我就感觉很灰心丧志，感觉健检都没有解答我的东西。那也不是代表说，如果当我全部这一次经历的健检正常，我这个健检报告就可以撑很久我们曾经也在健检有遇过这样子的个案，他今天早上来做健检，肠胃镜做完之后跟他说你都没事，你都很好，哇，晚上就马上跑去跟人家狂欢了，你知道吗？我要觉得说，我要庆祝我今天健检都很健康，马上跑去狂欢，然后喝了麻辣锅，喝了很多酒，结果到了半夜吐了之后，甚至吐血，然后肚子不舒服就跑来急诊，然后肠胃那个急诊当然就直接听到吐血就说你这个就是因为吃东西导致的你应该是胃溃疡的。他说不可能，我今天早上才做了胃镜，我没有胃溃疡，医生说我是正常的，这个疾病就可以当天的变化啦。结果就紧急安排了检查。发现他的确因为今天晚上的一场宴会就已经导致他的胃的受伤所以我们常常跟民众说，健检你抽到的血、抽到做的影像，尤其是影像，很多它只能保证你在这个检查的当下的状况是如何，它不保证你明天、后天，甚至是1个月后，甚至3个月后的状况所以重点的是，当你做了这样的检查之后，如果是正常，你要开心的是说，代表我这阵子我的身体状况是正常的，而且看起来很不错。那我就要稍微回想一下，我这阵子是怎么过生活的。那我要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惯，才能让这样子的健康数据继续维持那如果有一些异常，可是又不到真的需要积极介入的，那你可能就要问一下医生，那我这个是不是定期追踪就好？那如果是，那你也可以安心就好，并不用因为看到红字就非常的惊慌。我想这个部分今天我们谈到的内容不仅是实用，而且非常的重要。所以其实刚才刘医生你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在现实的情况，如果你拿到健检的数字，你要感到很高兴，然后要去思考你最近的生活你是怎么样安排，如何规律的生活，就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甚至再更好一些。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其实节目中上次其实刘医生也有告诉我们大家，很多人他可能觉得健检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做，很多就忽略了。其实如果你想要知道你在什么样的年纪你要去做哪一些健康检查，你可以去看一下6月5号刘医生在健康1+1的直播，可以给你更多的答案。我想今天呢非常感谢刘公池医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详细的解说，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健康。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谢谢您，谢谢。谢谢刘九。谢谢。我想今天呢，我们聊了很多的刘医生带来很多真实的案例也是提醒大家
健检的重点不只是你拿到一份报告而已哦，你不要把它放在抽屉里面，你要采取行动，而且要落实追踪，不要因为数字超标一点点啊，觉得没关系，也不要把报告放在抽屉里面，甚至会错过黄金治疗期间。那刚才其实节目中提到的，你最想马上去做的检查，会追踪的是哪一项？比如说是血液检查、肝功能或三高指数，还是妇科检查呢？你可以在聊天室或留言区告诉我们。还有，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上一次刘医生的直播中呢，医生提到不同的年龄，比如说40岁、50岁、60岁的人，建议去做哪些健检的项目。如果你还不太清楚，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6月5号这一集的直播。好，最后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今天的收看。健康1+1和99健康咖双频道直播，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你还没有订阅健康1+1或99健康咖频道的朋友们，赶快趁这个时间帮我们订阅一下，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